大家好，今天 Pi Network 官方再次强调 Pi 钱包的安全和重要性。尼古拉斯博士详细讲解 Pi 的非托管钱包，请记住这个极其重要的细节。由于钱包的非托管性质，您的密码用于解锁您的钱包 Pi 网络不会在其伺服器中保存您的钱包密码的记录，因此丢失您的密码意味着丢失您的整个钱包以及所有里面的 Pi 币资产，所以务必记得保证你的通过率安全性。我们 Pi 钱包将成为 Pi Network 进入主网的重要里程碑。现在让我们来谈谈 Pi 钱包。Pi 钱包是一个加密钱包，那么让我告诉您更多有关加密钱包的资讯。加密钱包是一种软体，允许人们存取自己的资产，并能够向其他人进行转账。Pi 核心团队将帮助先锋创建他们的 Pi 区块链凭证，以便您可以将 Pi 转移到主网及设定您的 Pi 钱包。作为开放区块链中的 Pi， 您不必总是使用我们的钱包，但我们需要为您创建一个钱包，以便将您一直在挖掘的 Pi 转移到该钱包中，以便您可以在主网之前对其进行设置，并确保其按预期工作。节点以及许多其他先锋也将能够提前在测试网上测试这个钱包，但让我先尝试用简单的语言向您解释我们的问题，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不仅仅是加密钱包，通常有两种类型的钱包：您自己持有资产的钱包非托管，和您将资产委托给其他人的钱包托管。让我们透过一个日常例子来理解这两者。你口袋里的钱包是非托管的，因为你自己持有实体货币票据，并且你对它们有绝对的保管权。不过，你口袋里的钱包包含对托管钱包的引用，可能看起来像这样：托管钱包就像一个银行账户，因为你已将您的资金交给银行保管，并委托他们为您维护这些资金。这就是为什么银行会尽力保证安全，并避免伺服器被骇客攻击。因为如果有人骇客攻击他们的伺服器，您可能会损失资金。如果银行倒闭，那么您仍然可能会损失部分资金。托管钱包的另一个例子是，当您将加密货币放入加密货币交易所时，其工作方式是您将您的资金交给他们托管，他们帮助您在内部进行交易。如果交易所被骇客攻击，你可能会损失资产。这种情况过去就发生过很多事件。传统上，人们将大量资金存放在托管钱包，例如银行账户中将少量资金存放在非托管钱包，例如口袋或床垫下。那是因为直到加密货币出现，没有其他选择，人们很难以非托管方式持有大量资金，因为他们必须将大笔钞票藏在家中。现在有了加密货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个人可以自己持有大量资金，而无需将资金托管给任何中介机构。它的工作原理如下：加密钱包是使用称为私钥的秘密密码建立的，此钥匙对于从钱包中进行任何转账是必要的。因此，如果用户保留自己的钥匙，那么其他人就无法动用他们的资产。这有一个缺点：如果用户忘记了他们的私钥，他们就无法再存取他们的资产，他们无法拨打银行客户支援热线来要求重设密码，也无法前往分行并提供两种形式的身份证明，并证明他们应该有权存取这些资产。无论如何，请记住，Pi 钱包的核心设计目标之一是使我们的软体易于存取且易于使用，您可以100%控制您的资产。当然 ，Pi Network 主网之后，我们可以把 Pi 币储存在冷钱包或热钱包里。冷钱包又称为离线钱包，它是采用和网络实体隔离的方式来使用，所以一般用一个断网的手机或是平常不用的电脑来操作。现在常见的冷钱包有硬体钱包、智慧手表和其他智慧储存硬体等。热钱包正好和冷钱包相反，热钱包是透过联网储存的钱包，因而也被称为线上钱包。它通常以 App 或网页的形式出现，一般由第三方或服务商开发完成。一般来说，大多数用户比较热衷于热钱包，因为它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使用冷钱包的一般是拥有庞大资产的用户，他们更重视预防骇客入侵的风险。钱包的去中心化程度可划分为全节点钱包和轻节点钱包。全节点钱包，它是将区块链上所有资料同步到钱包，这样会占用很大的储存空间，使用起来也相对
会比较麻烦，所以大部分全节点钱包都是桌面钱包。轻节点钱包，由于全节点钱包使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所以轻节点钱包诞生了。轻钱包是依赖区块链网络中的其他全节点的钱包，一般轻钱包会运行一个全节点同步所有数据，然后根据不同的钱包位置将数据划分按需下发。由于轻节点钱包的用户体验更为良好，特别是对于区块链新手比较友好，而且它体积小，占据少量空间，还能支援多种数位资产，所以大多数用户都会选择轻节点钱包。钱包存在形式可分割为软钱包和硬钱包。软钱包类似 App 或钱包电脑软体，用户需要安装钱包软体客户端到电脑上或安装钱包 App 到手机上，不需要再购买额外的专门硬体设备。硬钱包及硬体钱包通常以冷钱包的形式出现，也有冷热配套的硬体钱包品牌，用户需要购买专用的周边硬体来配合使用钱包。根据是否支援多币种，可划分为单多币种钱包及全币种钱包、单币种钱包。顾名思义，就是只为单一区块链数位资产服务的区块链钱包。因为它通常只支援单一区块链主链平台，所以也被称为主链钱包，一般由专二方或社群开发。多币种钱包支援多种区块链数位资产的钱包，多种区块链数位资产可以是一条区块链主链及围绕该主链协议所设定的代币，也可以是多种区块链主链上不同的数位资产。全币种钱包支援所有类型的区块链主链数位资产和代币资产的区块链钱包。我们的 Pi 就是多币种钱包，主网之后是可以储存各类链上的货币资产，所以大家以后的资产都可以存在 Pi 钱包，特别安全。当我们 Pi 完全去中心主网，Pi 钱包就完全和其他钱包互通，我们使用一个助记词就可以在不同去中心化的钱包打开。你们放心，这种是安全，你的助记词也不会泄露。但你要使用热门的钱包，例如小狐狸钱包，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助记词去这2个钱包试试。助记词是可以在这些钱包打开，这就是互通性。当然，由于 Pi 还没主网其他钱包创建的助记词，还无法在 Pi 钱包打开，主网之后就可以完全互通了。现在只是半互通。Pi 钱包透过设定的安全圈里面的好友协助找回遗失的助记词，目前在业界还没有一个主流的钱包使用了这种功能。国外有2家知名度还行的在用这个功能。V 神提到过，为什么大部分主流的还没有用？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这种解决方案很超前，也非常的具有创新性。使用这种解决方案就意味着整个钱包的设计要进行重新构造，对于已经成为习惯的主流的一些钱包服务商来说，很难去立刻做出改变。二，大部分使用者对去中心化的理解太过片面，去中心化并不代表绝对的去中心，只是相对的。这种方式被有些人认为是有点中心化，这些人认为丢失就丢失了，通过去找回那是中心化干的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得到以太坊创始人 V 神的肯定和支持，并在他的博客里面说了这种方式才是比较符合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3，加密资产行业内的用户量不足，更加准确的说是持有单一加密资产的用户量不足。再更加准确的一点的是，使用同一款钱包并且持有同一个机密资产的用户不足。行业现状是大部分人跟身边人说自己在玩加密资产，身边人大部分对这个行业不了解的会说你不务正业，瞎搞。协助找回私钥是需要你认识的好友本身就在使用同一款的钱包的才可以协助你，自己身边家人和好友都不认可这个行业，不认识你持有的加密资产，更别说他们自己会持有了，怎么可能帮你找回呢？找个铁锤还差不多。而Pi正在打破这种现状，因为你影响的在挖Pi的就是你身边的家人和好友，天然就解决了上面我说的行业现状的问题。好的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觉有帮助，感谢分享、订阅、点亮小铃铛，谢谢观看，下期再见。